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泽连斯基准备在战后辞去乌克兰总统职务。据 CNN 巴西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底首次公开表态，愿意在战后辞去总统职务，以换取和平。这位2019年上任的前喜剧演员明确表示，如果能够带来乌克兰的真正和平，特别是换取北约成员国身份，他可以立即离职。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将在取消战时状态后举行总统选举，这一表态标志着其立场的重大转变。此前他一直坚持要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分析指出，面对与特朗普政府关系的微妙变化，泽连斯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妥协姿态，试图为乌克兰寻找政治出路。这种用个人政治生涯换取国家安全的表态，将对乌克兰的政治稳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政治学者认为，泽连斯基的辞职承诺可能为和谈创造新的政治空间，但也暴露了乌克兰在军事僵局下的战略困境。亚马逊的大树表现出惊人的气候适应力。据卫报报道，最新研究发现，亚马逊雨林中的古老大树展现出令人意外的气候韧性。科学家通过长达20年的干旱胁迫实验发现，尽管初期死亡率较高，但雨林最终达到了生态水文平衡状态。研究显示，这些参天巨树通过调节根系分布和水分利用策略，成功适应了持续干旱环境。然而，专家警告，虽然个体树木表现出适应性，但整体森林生物量仍在下降。这与此前亚马逊正逼近临界点的悲观预测形成鲜明对比，为理解热带森林在气候变化下的复杂响应提供了新视角。这种树木层面的适应能力能否拯救整个亚马逊生态系统免于崩溃？生态学家认为，单个物种的适应性虽然令人鼓舞，但无法阻止森林整体向草原转化的长期趋势。关键在于减缓全球变暖速度。特朗普政府要求最高法院终止出生公民权。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式向最高法院提交申请，要求推翻下级法院对其终止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的禁制。该行政令规定，只有父母至少一方为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时，其在美出生的子女才能获得美国国籍。此举挑战了宪法第14修正案150多年来的传统解释，即在美国出生即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目前已有9项法律诉讼挑战这一政策，多位联邦法官认定该行政令明显违宪。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总统有权重新解释宪法条款，展现出一意孤行的强硬态度，使其在移民问题上显得格外孤立。这种直接挑战宪法传统解释的做法将对美国司法体系的权威性造成什么冲击？宪法学者分析，即使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也不太可能支持如此激进的宪法重新解释。特朗普此举更多是政治表态。以色列扣留税收后，国际联盟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紧急财政援助。据法国24台报道，国际社会紧急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财政援助，以应对以色列扣留税收造的严重财政危机。以色列政府以反恐需要为由，暂停向巴勒斯坦转移每月约2亿美元的关税和增值税收入，这些资金占巴勒斯坦政府预算的 65%。欧盟、阿拉伯国家和联合国联合提供紧急资金，确保巴勒斯坦公务员工资和基本公共服务继续运转。这一做法延续了以色列长期以来利用经济手段施压巴勒斯坦的策略，但此次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凸显双方关系的持续恶化。国际社会的快速反应体现了对地区稳定的深切担忧。这种经济围困策略将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什么毁灭性后果？中东问题专家指出，经济制裁只会加剧巴勒斯坦民众的绝望情绪，可能引发新一轮暴力冲突，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伊朗加速纳坦兹附近地下核设施建设。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尽管纳坦兹核设施在6月遭受以色列空袭严重损毁，伊朗正加速重建并扩建地下核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纳坦兹生产 60% 高浓缩铀的地面设施被完全摧毁，
但美国情报部门评估显示，伊朗需要数年时间从零重建。然而，卫星图像显示，伊朗正在纳坦兹周边秘密建设新的地下设施网络。这一举动延续了伊朗自2002年以来的核设施地下化战略，但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反复的军事打击，伊朗展现出顽强的核野心，一意孤行地推进核计划，使其在国际社会中显得格外孤立。这种越打击越坚决的核开发模式将对中东核军备竞赛产生什么催化作用？核不扩散专家分析，伊朗的地下核设施重建将迫使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大国重新评估核政策，可能引发中东核多米诺效应。6. 科学家在不妨碍愈合的情况下阻止疼痛。据科学日报报道，瑞典林雪平大学科学家在疼痛管理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识别出能够选择性阻断疼痛信号而不影响组织愈合的特定钙离子通道蛋白。研究人员确定了钙离子通道蛋白的确切位置，其能微调疼痛信号强度，为开发副作用更轻的慢性疼痛药物提供新途径。这项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的研究颠覆了传统疼痛治疗一刀切的做法，首次实现了疼痛阻断与愈合过程的精确分离。相比于阿片类药物的成瘾风险和非甾体抗炎药的胃肠损害，新发现为数亿慢性疼痛患者带来希望。这标志着疼痛医学从忍痛愈合向无痛愈合的历史性转变。这种革命性的疼痛控制技术能否彻底改变外科手术和癌症治疗的患者体验？疼痛医学专家认为，如果成功转化为临床应用，将使复杂手术和癌症治疗过程更加人性化，显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7. 联合国安理会恢复对伊朗核计划的制裁。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联合国安理会9月26日投票决定，立即恢复对伊朗的全面制裁措施。安理会成员投票反对中俄起草的决议，该决议原本旨在将重新制裁推迟6个月。此次制裁恢复标志着2015年伊核协议彻底破产，伊朗将再次面临武器禁运、金融制裁和石油出口限制。美国主导的制裁联盟获得关键胜利，而中俄巴三国力图延缓制裁的努力宣告失败。这一决定使伊朗在国际社会中更加孤立无援，其抗制裁、促发展的经济战略面临严峻考验。制裁恢复凸显了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的强硬态度转变。这种国际制裁的全面恢复将对伊朗的地缘政治联盟产生什么致命冲击？中东问题专家指出，制裁压力可能迫使伊朗更加依赖中俄轴心，进一步加剧全球地缘政治对抗和阵营化趋势。8. 众议院委员会主席要求白宫就 TikTok 所有权交易进行简报。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正式要求白宫就 TikTok 最新所有权交易方案进行详细简报。该交易涉及中国字节跳动向美国投资者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的控制权，以满足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法要求。委员会主席在信函中质疑交易的透明度和国家安全审查程序，要求在10个工作日内提供完整交易结构、资金来源和数据安全保障措施。这一举动反映出国会两党对 TikTok 问题的持续关切，尽管行政部门已初步接受交易框架。分析认为，这种先批准后质疑的做法凸显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科技政策上的分歧与摇摆。这种国会与行政部门在科技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将对中美科技脱钩产生什么加速作用？科技政策专家认为，政府内部分歧可能导致对华科技政策更加严厉和不可预测，进一步推动两国科技领域的全面脱钩。9. 以色列军队推进，无国界医生组织暂停对加沙城的援助。据荷兰媒体报道，随着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城加大军事行动，国际医疗组织无国界医生被迫暂停对该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3月18日，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威力与利剑行动，单日造成4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263名妇女和儿童。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持续的军事行动和安全威胁使其工作人员无法安全接触需要紧急医疗救治的患者。纳赛尔医院作为加沙仅存的最大运营医院，在3月23日遭受袭击后严重损毁。这一停援决定凸显了加沙人道危机的严峻程度。
也体现了国际救援组织在持续军事冲突中的无力感与挫败感。这种人道救援组织被迫撤离的局面，将对加沙平民的生存状况造成什么毁灭性打击？人道主义专家警告，医疗援助的中断可能导致更多平民因无法及时救治而死亡，加剧本已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微小的石头揭示海洋中有机碳的含量比以前认为的要少。据科学日报报道，科学家通过分析深海沉积物中的微小矿物颗粒，发现全球海洋有机碳储量可能被严重高估。研究团队利用先进的同位素分析技术，对来自不同海域的沉积岩样本进行精确测定，结果显示海洋有机碳含量比此前模型预测的要低 30%到40%。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的海洋碳循环理论，迫使科学界重新评估海洋在全球气候调节中的作用。相比于过去海洋是巨大碳汇的乐观估计，新研究揭示了海洋碳储存能力的局限性。这一发现对于制定准确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海洋碳封存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这种海洋碳储量的重新评估将对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时间表产生什么根本性冲击？海洋学家认为，如果海洋碳汇能力确实被高估，各国可能需要大幅调整减排目标和碳中和路径，加快陆地碳汇建设。德国内政部长提议加强无人机防御规则。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内政部长费泽尔正式提议修订航空安全法，大幅加强针对无人机的防御措施和管制规则。新规定将允许执法部门在必要时击落威胁关键基础设施的无人机，并要求所有重量超过250克的无人机强制注册和实名制管理。这一提议源于近期德国多个军事基地和核电站上空频繁出现不明无人机的安全威胁，与此前相对宽松的管制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德国政府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分析指出，面对日益复杂的无人机安全挑战，德国正从自由飞行向严格管制转变。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可能引发民用无人机行业的强烈反弹。这种严厉的无人机管制政策将对德国无人机产业的创新发展造成什么致命阻碍？航空政策专家认为，过度严格的管制虽能提升安全，但可能严重损害德国在全球无人机技术竞争中的地位，影响产业创新活力。FDA 专员表示，自身免疫因素可能是导致严重自闭症发病率上升的原因。据 TMZ4 电视台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员在最新声明中首次承认，自身免疫反应可能是导致严重自闭症谱系障碍发病率持续上升的重要因素。FDA 基于最新的临床研究数据指出，母体免疫系统异常激活可能影响胎儿神经发育，增加自闭症发生风险。这一表态标志着官方态度的重大转变。此前 FDA 一直强调遗传因素的主导作用，对免疫假说保持谨慎立场。目前美国约有3万名自闭症患者存在SHANK3基因突变。FDA 已批准首个针对此类遗传性自闭症的 AAV 基因疗法临床试验。专家指出，这种从基因决定论到免疫调节论的理论转向，为自闭症的预防和治疗开辟了全新路径。这种病因认知的根本性转变将对自闭症的早期干预和治疗策略产生什么革命性影响？发育神经学专家认为，如果免疫因素确实关键，未来可能通过调节孕期免疫状态来预防自闭症，彻底改变现有治疗模式。伊朗威胁因制裁而暂停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与俄罗斯签署核电站协议。据 BBC 报道，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已正式批准关于德黑兰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暂停合作的法律草案。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暂停合作将持续直到获得该国际组织专业行为的客观保证。与此同时，3月14日中俄伊北京会晤期间，3国就核问题及解除制裁进行深入交换意见。伊朗与俄罗斯签署了新的核电站建设协议。这一双重举动凸显伊朗的战略转向，一边切断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监督机制，一边深化与俄罗斯的核合作。相比于2015年伊核协议期间的合作态度，伊朗如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对抗姿态。
一意孤行地挑战国际核监管体系，使其在全球核治理中显得格外孤立。这种退出西方监督，拥抱俄国合作的核战略将对全球核不扩散体系造成什么毁灭性冲击？核安全专家警告，伊朗此举可能引发监管真空，为秘密核武器开发创造条件，严重威胁中东地区稳定。14. 美国政府即将达成协议收购内华达锂矿股权。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就美洲锂业公司与通用汽车合作的萨克帕斯 （Thacker Pass） 锂矿项目重新谈判22.6亿美元贷款条款，并寻求获得10%股权。这一消息使美洲锂业股价单日暴涨95%。Thacker Pass 项目拥有全球已知规模最大的已探明锂资源储量，对美国锂供应链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A 股锂矿龙头赣锋锂业曾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目前持股已降至6.86%，这标志着美国从依赖市场机制向直接政府参股的战略转变，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对关键矿物资源控制的强烈渴望与焦虑感。这种政府直接入股关键矿业的做法将对全球锂资源供应链产生什么重构性影响？能源安全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入股将加速全球锂资源的地缘政治化，推动各国建立独立的关键矿物供应体系。15. 莫迪总理在印度全国启动本土 4G 系统。据印度阿马尔乌贾拉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9月26日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本土开发的 4G 通信系统，标志着印度在电信技术自主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该系统完全基于印度自主研发的技术标准，摆脱了对国外设备和技术的依赖。莫迪在启动仪式上强调，这一成就体现了数字印度和印度制造战略的成功融合，与此前大量依赖中国华为、中兴等设备商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印度展现出强烈的技术独立决心。分析指出，面对中印边境争端和美国施压，印度选择走自主研发道路，虽然成本较高，但确保了国家通信安全。这一举措使印度在 5G 竞争中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这种完全自主的通信技术路线将对印度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地位产生什么颠覆性提升？电信行业专家认为，技术自主虽短期成本高昂，但长期将使印度摆脱技术依赖，在全球数字竞争中获得更大话语权。16. 低剂量阿司匹林可使 PIK3 突变患者的结直肠癌复发风险减半。据今日医学新闻报道，最新临床研究发现，携带 PIK3CA 基因突变的结直肠癌患者每日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可将癌症复发风险降低50%以上。这项涉及2000多名患者的长期随访研究显示，阿司匹林通过抑制 PIK3CA 突变激活的细胞增殖通路，有效阻断癌细胞的生长和转移。研究人员发现，该基因突变存在于约30%的结直肠癌患者中，为精准医疗提供了明确的生物标志物。相比于传统的一刀切化疗方案，这种基于基因分型的个体化预防策略展现出巨大优势。这一发现将彻底改写结直肠癌的术后管理指南，从等待复发转向主动预防。这种基因精准预防模式能否推广到其他癌症类型，开启肿瘤治疗的新纪元？肿瘤学专家认为，如果类似的基因药物关联在其他癌症中得到验证，将推动整个肿瘤学向精准预防医学转型。17. 特朗普宣布可能与加沙达成协议，以释放人质并结束战争。据巴西环球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正在积极推动与加沙方面达成全面协议，以实现人质释放和战争结束。特朗普表示，他一直积极参与促成停火的努力，强调必须立即停止加沙战争并救回所有人质。这一表态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向，从此前的军事支持转向和平斡旋，与拜登政府相对被动的调解角色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介入姿态，甚至发出不释放人质将面临毁灭性打击的强硬威胁。分析指出，面对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和中东乱局持续恶化，特朗普试图通过外交突破重塑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但这种一意孤行的强硬外交使其在国际社会显得格外孤立。这种威逼利诱式的和平调解能否真正打破中东冲突的死结？
中东问题专家认为，特朗普的威胁虽能施加短期压力，但缺乏长期解决方案，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18. 实验性基因疗法减缓亨廷顿氏病的进展。据科学新闻报道， uniQure 公司开发的基因疗法 MT130 在关键临床试验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将亨廷顿氏病的疾病进展延缓 80% 以上。这项为期3年的 EI7 临床试验结果远超预期，为这种致命的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带来新希望。该疗法通过一次性脑部注射，直接向大脑纹状体递送治疗基因，阻断致病蛋白的产生。与传统的症状缓解治疗截然不同， MT130 首次实现了从根源上阻止疾病进展的目标。研究显示，治疗组患者的运动功能、认知能力和日常生活能力均得到显著改善。这一成果使该公司股价单日暴涨 200%， 预计2026年可能获得 FDA 批准上市。这种革命性的基因疗法能否为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开辟全新路径？神经病学专家认为，如果成功上市，将为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疾病的基因治疗提供重要借鉴。19. 卢卡申科称俄罗斯将提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建议。据希腊新闻网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9月25日表示，俄罗斯正准备提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全新建议方案。卢卡申科在明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透露，普京总统已授权他作为中间人，向乌克兰方面传达俄方的和平倡议。该方案据称包括领土划分、中立地位确认和安全保障等核心内容。这一表态标志着俄方立场的微妙变化，从此前的特别军事行动必须完成目标转向寻求政治解决途径，与战争初期俄方的强硬态度形成对比，如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和解姿态。分析指出，面对西方制裁压力和军事僵局，俄方开始寻找体面的退出策略，但这种单方面的和平建议在国际社会中仍显得格外孤立。这种通过代理人传达的和平信号能否真正推动乌克兰危机走向缓解？国际关系专家认为，俄方和平建议虽释放积极信号，但在乌方拒绝任何领土让步的情况下，谈判前景仍不乐观。20. 罗伯特 ·F. 肯尼迪拒绝联合国关于非传染性疾病的宣言。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美国卫生部长罗伯特 ·F. 肯尼迪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拒绝签署关于应对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的多边宣言。肯尼迪表示，该宣言过度依赖制药企业解决方案，忽视了预防性医疗和营养干预的重要性。他强调，美国将优先推行让美国再次健康计划，通过改善食品安全、减少化学添加剂和促进自然疗法来应对慢性疾病。这一决定使美国成为唯一拒绝该宣言的发达国家，引发国际卫生界强烈反弹。与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模式截然不同，肯尼迪展现出典型的美国优先理念，一意孤行地推行争议性的反疫苗和替代医学政策，使美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显得格外孤立。这种背离国际卫生共识的做法将对全球疾病防控合作产生什么破坏性影响？公共卫生专家警告，美国的单边主义可能削弱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影响跨国疾病防控的协调效力。21. 世界领导人批准联合国关于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的政治宣言。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联合国大会9月26日正式通过关于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的政治宣言，获得全球193个成员国领导人一致批准。这是联合国大会历史上首次将心理健康作为正式会议的核心议题，标志着全球卫生治理的重大突破。该宣言确立了应对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指导原则，并承诺扩大精神卫生服务覆盖面，与此前主要关注传染病防控的国际卫生合作形成鲜明对比。此次宣言体现了全球卫生议程向慢性病和心理健康的战略转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成为唯一拒绝签署的发达国家，其孤立立场凸显了国际卫生合作中的深层分歧。这种全球卫生治理重心的根本性转变将对各国医疗体系建设产生什么深远推动？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宣言将促使各国重新分配医疗资源，
加大对慢性病防控和精神卫生的投入力度。22，萨姆·奥特曼预测人工智能超级智能时代即将到来。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在最新博客长文中预测，人工智能超级智能时代即将到来，最快可能在2025年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首批案例。奥特曼表示 ，OpenAI 现已确信掌握了构建 AGI 的关键方法，并预测首批 AI 智能体将步入职场，深刻影响企业的生产方式。这一表态标志着 AI 发展预期的重大升级，从此前的逐步改进转向颠覆性突破，与传统的渐进式技术发展路径截然不同。奥特曼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进预测，甚至声称时间不多了。分析指出，面对激烈的 AI 竞争和巨额投资压力，奥特曼试图通过惊人预言维持资本信心，但这种一意孤行的超前宣传使其在业界显得格外孤立。这种 AGI 即将到来的预测能否真正兑现，还是仅仅是资本市场的炒作？ AI 研究专家认为，虽然技术进展迅速，但真正的 AGI 仍面临诸多技术瓶颈。奥特曼的预测可能过于乐观。23，科学家发现驱动地下化学和污染清理的电子高速公路。据物理学组织报道，科学家在地下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电子高速公路网络。这一发现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对地下化学过程和环境修复技术的理解。研究团队通过高精度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某些微生物能够创建导电纳米线网络，形成类似电路板的地下电子传输系统。这些生物电线能够加速地下有机污染物的分解过程，为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提供全新路径。与传统的化学或物理修复方法相比，这种生物电子系统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环境友好的显著优势。研究显示，利用这一机制可将土壤污染修复时间从数十年缩短至数月。这一发现为环境科学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也为解决全球土壤污染问题带来革命性希望。这种生物电子修复技术能否大规模应用于核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治理？环境工程专家认为，如果技术成熟，将为福岛核事故等重大污染事件的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解决方案。24，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可能有助于入侵台湾。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显示，俄罗斯正向中国出售先进军事技术，这些技术可能被用于潜在的台湾军事行动。报告指出，俄方提供的技术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电子战系统和反舰导弹等关键装备，显著提升了中国的远程打击能力。这一军事合作标志着中俄军工联盟的深化，从此前的常规武器贸易升级为核心技术转移，与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相对克制的军售政策形成对比。俄罗斯如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分析指出，面对西方全面制裁和孤立，俄方一意孤行地加深与中国的军事合作，试图构建反西方军事联盟，使其在国际安全体系中显得格外孤立。美国官员警告，这种技术转移可能改变台海军事平衡。这种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深化将对亚太地区安全格局产生什么颠覆性冲击？军事战略专家认为，俄制先进武器的引入可能显著缩短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加剧地区军备竞赛。25 Meta 在英国推出每月2.99英镑的无广告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订阅服务。据 BBC 报道， Meta 公司9月26日宣布，将在英国推出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无广告订阅服务。网页版每月收费2.99英镑， iOS 和 Android 的应用版本每月3.99英镑。这是继欧盟之后 ，Meta 首次在英国市场推出付费去广告选项。用户可以选择付费享受无广告体验，或继续免费使用但接受定向广告。此举标志着社交媒体商业模式的重大转变，从单纯依靠广告收入转向多元化盈利策略，与此前坚持免费使用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Meta 如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商业化决心。分析指出，面对苹果隐私政策变化导致的广告收入下滑压力， Meta 一意孤行地推进付费模式，试图在用户隐私保护与盈利之间寻求平衡，但这种做法使其在社交媒体竞争中显得格外孤立。
这种付费去广告的商业模式能否在全球范围内颠覆免费社交媒体的传统格局？数字经济专家认为，如果订阅模式成功，将促使其他平台跟进，推动整个行业向付费服务转型。26，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允许在华盛顿特区执行死刑。据荷兰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5日正式签署总统备忘录，批准在华盛顿特区恢复死刑执行。该备忘录指示司法部长潘姆邦迪在华盛顿特区全面执行死刑，并在所有适当案件中寻求死刑判决。这一决定结束了华盛顿特区长达30年的死刑暂停状态，标志着美国刑事司法政策的重大逆转，与拜登政府暂停联邦死刑执行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展现出强硬的重点治乱立场。司法部长邦迪同时表示，将寻求在全美范围内恢复死刑判决。分析指出，这种一意孤行的严刑峻法政策体现了特朗普铁腕治理的执政风格，但也使美国在全球废除死刑的趋势中显得格外孤立。这种死刑政策的全面恢复将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和人权外交产生什么负面冲击？刑事司法专家认为，死刑恢复可能加剧美国与欧盟等废死盟友的分歧，影响国际司法合作关系。27，欧盟准备对 Meta 处以数十亿欧元罚款。据奥地利新闻报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准备对 Meta 公司处以高达数十亿欧元的巨额罚款，原因是其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平台涉嫌违反数字服务法相关规定。欧盟监管部门指控 Meta 在内容审核、透明度报告和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系统性违规行为，这将是欧盟数字服务法实施以来的最大罚单，罚款金额可能达到 Meta 全球年收入的 6%， 与此前相对温和的监管方式形成对比。欧盟如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分析指出，面对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市场的垄断地位，欧盟监管机构一意孤行地推进严厉制裁，试图重塑数字市场秩序，但这种做法也使欧美在科技治理方面的分歧更加明显。欧盟在跨大西洋关系中显得格外孤立。这种天价罚款能否真正迫使美国科技巨头改变其在欧洲的商业模式？数字政策专家认为，巨额罚款虽能施加压力，但科技公司可能通过转嫁成本给用户来规避实质性改革。28，美国提出1:1芯片生产规则以促进国内制造业。据印度教徒报报道，美国商务部9月25日正式提出1:1芯片生产规则，要求在美国销售的芯片制造商必须在本土生产与海外产量相等的芯片数量。这一规定将于2026年开始实施，适用于所有在美国市场份额超过 10% 的芯片制造商。新规标志着美国制造业政策的重大转向，从依赖全球供应链转向强制本土化生产，与此前相对开放的贸易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如今展现出极端的保护主义倾向。分析指出，面对中国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快速崛起，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推行强制性产业回流政策，试图重建本土半导体生产能力，但这种做法可能大幅推高芯片成本，使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显得格外孤立。这种强制性的产业回流政策能否真正提升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优势？产业政策专家认为，虽然有助于供应链安全，但高昂成本和技术差距可能削弱美国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